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收到了一个邮件，据说是来自1093啊，但是我在1093的账号是没有看到这个邮件的，可能他们没有发王国邮件，因为看他这个后面的背景呢，应该是在 DC 那边发布的，我没有在1093的 DC， 所以我不能确定究竟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邮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邮件的标题就说非常重要，给那些没有办法去参加他们的语音会议的人说一下这一次他们的主要会议讲的原因，还有他们提供一些额外的解释。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安排执行之后，甚至一度的需要否认传闻之后，现在是正式的要宣布他们即将转型为只有一个联盟的王国了。没错，在国际服唯一一个拥有2个联盟的王国，他们都说要变成一个联盟了。我知道大家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要讲什么东西了， Chisco 的诅咒又要发挥力量了。你们不要每一次什么鬼都赖在 Chisco 身上好不好？ OK， 虽然他是真的刚好移民过去93，又那么刚好 KVK 没有得打，又那么刚好93又说他们要变成一个联盟，但是也不要把这些事情全部赖在他头上，他很惨一下，去了哪里都跟人家讲是诅咒。但以我的角度来想的话，其实93会讲这件事情会演变成这样子呢，其实是有一些征兆了的。像我之前所讲的，他们开始招募一些大佬进入他们的王国，然后之前也有一个主播就投诉说93的管理层换了别人去打理，有可能在这些的变化过程中呢，就产生了一些反应，而导致到他们的王国决定要变成一个联盟的王国。再加上这一次的 KVK 也是没有东西打，但是我们先把这个邮件给看下去，他就说到做出这个改变有很多原因，但是请大家先保持冷静，领导层将会保持不变，他们的管理层还是一样的人啊。主要原因是因为游戏的现状，尽管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试图去维持多联盟的模式王国，但是没有其他的王国在尝试这样子做。其实是有想要这样子做，但问题是先锋的战力线就是维持在那边，然后我们又很难把自己的战力给压下去。毕竟像他们这种先锋王国，你把战力压下去的，就意味着你的多数玩家都必须要7000万或者是8000万战力左右，但是这种战力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先锋王国跟其他的敌人抗衡的，尤其是你匹配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光靠看你的战力去匹配的，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比较多王国聚集在同一个阵营的那种 KVK， 如果你的战力这么低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打，你只能野战而已，然后你什么东西都做不到。就比方说2489的上一场 KVK， 就是多数的玩家战力都已经没了，他们没有办法去打旗帜，其他东西都做不了的时候，他们更加不会愿意去把自己战力降低。你战力没有办法降低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去收到这些玩家进来。其实我们是很努力的去阵亡很多部队的，但是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拿到这么多的特殊移民点数，所以我才会在上一个影片之中有提到先锋王国其实是需要去进行一些改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你要维持人口多的王国，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管理层要很强，但是现在有多少的玩家愿意去在游戏里面做工呢？没有多少个，就连国王都没有多少玩家想要去做。第二点就是你的玩家的活跃度，很多玩家其实他们已经比较享受就是上线1-2个小时的时间，而不是长时间的在先锋王国战斗24小时甚至超过10个小时，大家都是需要作息的，所以更加多的王国玩家不愿意移民到先锋王国，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为什么变成那种大哥有时间的玩家才会移民到先锋王国，其他玩家都被劝退了。另外一个就是先锋王国的标准也是太高了，所以并不是说大家不想要变成多人的王国，只是你管理上来你执行上来是真的很难的。所以我长期以来一直都跟大家讲，虽然我很讨厌93每一次 KVK 的时候都说自己很弱啊，要一直去找其他人跟他合作什么等等的，但是他们的管理层是真的很强，毕竟他们是最后一个维持在4个联盟的王国，也是最后一个维持在2个联盟的王国，这也是表示说他们的管理层是真的很厉害，才可以维持到
这样子，但是能够做到这样子程度的王国又有多少个？那这里再继续说他们的邮件，93其实也是寄予厚望在莉莉丝上面，希望他们各项的更新能够鼓励其他的王国重新增加更加多的玩家人口，但是相反的，他们依旧还是看到大家在缩减规模，让自己的王国变得越来越小，甚至连联盟的成员名单都没有办法凑齐，维持2个联盟所需要投入的精力是很夸张的。在某些时刻，当他们面临像现在的这种 KVK 的时候，这种地图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问自己，这样的精力和时间投入是否值得？这个就是我所讲的。所以可以看得出93他们这边也是有自己的压力啊。你以为人多的王国就很好咩？有很多人帮你管理，你慢慢等啊，更多的只是想要玩游戏而已，不是帮你做东西。另外，也因为没有其他的王国复制他们这样子的操作方式，他们的模式，关于他们人数比较多的争议和内斗，特别是在那种实力更强的王国面前，就比方说像他们以前的死对头1960跟现在28-9总是不断的发生，这导致其他的王国试图以此为借口避开公平对决，使他们进入像目前这种完全数据不重要的 KVK。 最终游戏的乐趣应该在于具有挑战性的战斗，透过正确的策略还有玩家而赢得胜利，而不是无论你在做什么都注定一定会输。所以他这边的说法也是很明显啊，就是讲哎呀你960跟28-9每次讲我这边人多，讲我这边很厉害，一直在抱怨想要拿到更强的王国或者是阵营成为你的队友之类的，然后我93呢就必须要让步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相等的，因为93他现在是王国人数很多的情况下嘛，我相信等王国人数变少的时候，他们才能体会到1960跟2489的痛苦。像他们现在人多还有人去帮忙啊，等他们之后变小了之后就知道我们的痛苦了啦。还有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员替换的压力。作为一个拥有多个联盟的王国，为了持续运作，他们基本上被迫在每一次 KVK 都要放弃先锋王国的身份，这不仅消耗管理层的心力，也消耗每个人的精力，因为你一直要让你的玩家在压低战力嘛，然后有些玩家又不去阵亡部队的时候，你又要去劝他，不然就要赶他走，有很多事情发生了。所以我就跟你们讲，管理层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当了，所以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他们未来收玩家的标准将会大幅的提升，无论是招募新的玩家，还是考虑谁能留下来，现在也是可以透过移民令的方式来替换玩家。这并不代表他们永远都不会再调出先锋，他们在上周就要求所有人把自己的 T5 农场账号还有他们的小号之类的都公开出来的公告，其实这个也是他们的计划一部分。目前是保持王国干净还有结构，这个是1093王国从现在起的新样貌，只有高品质，一如既往的敏锐，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竞争力。所以这边就是公告的所有内容。这里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也算是挺合理的吧，93会变成这样子。那假设说我是93的角度啦，我会一直觉得说很烦哦，你们一直拿我有2个联盟的事情来说事，然后就变成我每一次可能都没有办法去选择强一点的队友，我选择强一点的队友，你们就在那边指指点点讲我怎样怎样。但是这种处境呢，其实在每个先锋王国都会有遇到啦。另外一点，可能他们真的也是发现到他们长期遇到的敌人都是28-9，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像换作是以前就是一支960咯，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王国想要跟你打，因为他们都知道1093很强，玩家人数又这么多，没有一个王国能够跟他们抗衡，除了这2个王国之外。还有就是他们那个邮件里面所说到的，你要一个王国的管理层管理这么多人呢，是真的很烦很累的一件事情来的。我相信有一些玩家，你们如果是做管理层的话，你们管理自己的王国可能人口不到100个，你都要烦死了，何况是他们这种有200个玩家的王国。所以93他们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会面对到种种的问题啦。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未来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我是知道他们要变成一个联盟啦，但问题是你变成一个联盟之后，你要收取怎样的玩家？那假设说你收取的玩家全部都是那种很高质量的玩家的话，那其实你最后的走向也是会变成类似像2489或者是3308这样子的情况而已，可能你面对到的敌人也还是他们那几个。那假设
就是说93他们的方向就是变成一个联盟，但是他们收的玩家依旧还是那种中低战力氪金不算很多的玩家的话，或许就可以脱离这种先锋王国的处境，去遇到一些可能 A 王国 B 王国跟他们战斗起来也比较舒服，也比较轻松一点。这个就是我所谓说的，我不清楚他们未来的方向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这个可能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但我不在内部，所以我不清楚。但是通过他们在近期招募新人进来的移民玩家来看呢，他们多数招募进来的都是一些大哥战力都偏比较高的，所以我是觉得他们或许会往精英王国但是体积小的那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我觉得93他们之后应该还是想要去参加万国锦标赛或者是奥西里斯联赛、全球巅峰赛之类的。如果他们真的是把王国变成那种中低战力王国的话，那很大可能他们就没有办法凑齐到这么多精英的玩家去参加比赛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往精英王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或许在他们这一次 KVK 结束之后，或者是在这一次关卡器开放之后呢，93应该就会开始流失大量的玩家。93是已经明确的说了，他们只会跟3672战斗，但是关卡器开放的时候就变成说2489其实也是会跟93接触啦。那如果93是真的不想要跟2489打的话，有可能他们会开始在这个时候就慢慢流失一些玩家，或者是等到 KVK 结束。还有另外一个93会变成这样子的原因，我觉得是奖励方面吧，因为像他们王国人这么多，你要分配奖励其实也是挺麻烦的，不管是 MGE 也好，其他的活动奖励也好，还有包括 KVK 分配的奖励也好，他们人数这么多，肯定会有一些玩家完全没有办法拿到，而且顶着最强王国的头衔并不是这么好当呢。假设93他们真的变成单一联盟的王国之后，很大可能2489又会变成那个顶尖的王国了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封邮件的所有内容了。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个邮件之后有什么想法？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